现在试着回答我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到底在哪里？是在你的眼睛后面吗？还是藏在大脑皮层的某个沟回里？每年全球有3亿人会经历一次短暂的可逆的死亡，医学上管它叫全身麻醉。当丙泊酚这种乳白色的液体推入你的静脉，医生开始倒数10、9、8，你甚至数不到7，这不是睡眠。如果是睡觉，你会做梦，你的大脑会整理记忆，你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当你醒来，你知道自己睡了很久，但麻醉不是，麻醉是删除。在这几个小时里，你的听觉神经在工作，你的痛觉受体在接收信号，你的大脑甚至还在发出微弱的脑电波，但是你不见了。那个会思考、会恐惧、会感知的自我，彻底从这个宇宙中蒸发了。当你再次睁开眼，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对你来说，这中间的时间是被剪辑掉的黑洞。如果大脑是一台机器，为什么机器还在运转，操作员却消失了？这就是困扰了科学界整整1个世纪的意识难题。主流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意识是大脑神经元放电的副产品，就像蒸汽机运转时冒出的烟，或者肝脏分泌的胆汁。他们说你是你的大脑，大脑死了，你就没了。但如果这个逻辑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呢？如果大脑根本不是意识的生产者，而只是一个精密到量子级别的接收器呢？就像一台收音机，当你把它砸烂，声音确实消失了，但那并不代表广播信号也消失了。信号依然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穿透墙壁，穿透时间，等待着下一个载体。欢迎回到基点维度。在上一集 EP07 中，我们发现人类的 DNA 可能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硬件备份。但一台电脑光有硬件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操作系统，它需要软件。今天我们将触碰科学界最危险的禁区，我们要结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 Roger Penrose 与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莫罗夫 Stuart Hameroff 的 OR 理论，以及2024年最新的量子生物学实验证据，去验证一个让你背脊发凉的可能性：你的意识不属于你的大脑，它属于宇宙最底层的时空几何。而死亡或许只是一次断网重连。让我们从一个让计算机科学家绝望的数字开始，20瓦，这是你大脑的运行功率，仅仅相当于一个昏暗的灯泡，甚至带不动一台笔记本电脑。但就在这微不足道的20瓦能量驱动下，你的大脑拥有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数千个突触连接，每秒钟进行着1万次运算。它能理解莎士比亚的诗歌，能推导广义相对论，能感知爱与恨，能创造出虚数这种现实中不存在的概念。再看看人类引以为傲的顶级超算，它们占地几千平方米，消耗着相当于一个小镇的电力，需要巨大的冷却塔来散热。但它们没有意识，它们只有计算，没有理解。这不合理。按照经典物理学，大脑只是一个化学反应堆。神经递质的交换本质上就是分子碰撞，是决定论的。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化学反应，那自由意志在哪里？为了证明唯物主义的荒谬，让我们来做一个恐怖的思想实验：传送门。假设现在有一台量子传送机，它扫描一个人身体的每一个原子，记录下所有数据，然后把他的身体瞬间气化销毁。同一时间，在火星上，另一台机器利用这些数据，用一堆全新的原子将它完美的打印了出来。火星上的那个他拥有他所有的记忆，记得早饭吃了什么，甚至记得走进传送门时的紧张。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就是一次完美的旅行，因为物质结构没变，它就是它。但是请停下来想一想，如果地球上的机器出了故障，没有销毁原本的它，现在宇宙中有了2个它，火星上的他在吃牛排，地球上的他在挨饿，他们是同一个人吗？显然不是。那么当地球上的他被销毁的那一刻，他真的去火星了吗？还是说他其实已经死了？
火星上那个只是一个拥有了他记忆的复制品。如果这个实验让你感到一丝恐惧，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触碰到了灵魂的边界。这证明了它不仅仅是原子的堆砌。这也引出了著名的中文房间悖论：计算机只有语法，没有语义。它是在处理符号，而不是在理解内容。但你不同，当你看到红色这个词，你脑海里会浮现出火焰、血液、玫瑰，你会有感觉。这种主观体验，哲学家称之为感知。罗杰·彭罗斯这位物理学巨擘在1989年写下了一本引起学术界地震的书《黄帝心脑》。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是不可计算的，意识一定来源于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机制。这种机制必须非常强大，强大到能突破经典物理的因果律。同时它又必须非常微观，微观到能藏在神经元的缝隙里。在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之后，彭罗斯将目光投向了物理学的尽头——量子力学。我们都知道量子叠加态，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直到被观测的那一刻，它才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现实。彭罗斯认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是一台生物量子计算机。我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灵感，甚至你现在决定是继续看这个视频还是划走的自由意志，本质上都是一次波函数坍缩。在90年代，如果你敢在神经科学大会上提量子，你会被当成民科赶出去。生物学家们嘲笑彭罗斯，大脑是湿的，是热的，是嘈杂的，在那里维持量子态，就像是在台风天里搭扑克牌塔，根本不可能。彭罗斯沉默了，他找不到那个能在大脑里屏蔽噪音的避风港。直到1992年，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莫罗夫给他写了一封信：亲爱的罗杰，我觉得我找到了你要的那个零件。这个零件叫做微管，请仔细看屏幕。这不是光纤，这是你大脑细胞的骨架。你的每一个神经元里都塞满了数以亿计的这种纳米管。长期以来，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只是用来支撑细胞形状的骨头。但哈莫罗夫发现了其中的玄机，看出来了吗？微管是由花生状的蛋白球螺旋排列而成的，它的排列方式竟然和宇宙中星系的旋臂、植物生长的数学规律、斐波那契数列是一模一样的。这不是随机进化的产物，这是数学，这是神圣几何。最关键的是，它是中空的，它的直径只有25纳米。在这个只有几纳米宽的管子里，大脑的潮湿和噪音被完美的屏蔽了。管子内部的水不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种高度有序的晶体水。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被高度隔离的量子实验室。彭罗斯和哈莫罗夫一拍即合，提出了著名的 All-Core 理论，协调客观还原理论。不要被这个拗口的名字吓跑，它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也非常震撼。你的大脑神经元不是用来产生意识的，神经元只是电线，真正的运算发生在微管内部。在那里，量子比特处于叠加态，它们同时计算着无数种可能性。当这些叠加态达到一个临界值，它们就会发生一次整齐划一的坍缩。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念头诞生了。1秒钟内，你的大脑微管里会发生大约40次这样的坍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意识是连续的，像电影胶卷一样，一帧接一帧。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连贯的灵魂，其实我们只是一系列高频发生的量子坍缩事件的总和。这个理论在90年代提出时，被主流科学界视为伪科学。直到2024年，证据开始出现了。长久以来，All-Core 理论就像是一个幽灵，游荡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边缘，无人敢认领。主流学界认为，在生物体这种又热又湿的环境里寻找量子效应，就像在开水里寻找冰块一样荒谬。直到最近几年，随着实验技术的突破，那个被称为不可能的边界破了。2022年4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物理学家杰克·图辛斯基 Jack Tuschinski 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
既然彭罗斯说微管是量子计算器，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生物管道到底能不能导电。他把激光打在分离出来的微管蛋白上，然后他屏住了呼吸，奇迹发生了。微管并没有吞掉光子，相反，光信号在微管内部发生了量子离域。这意味着能量并没有被束缚在某一个原子上，而是同时存在于整根管子的每一个角落。微管真的导电，而且它是超导体。紧接着2024年4月，更重磅的证据出现了。科学家在细胞内的一种常见氨基酸色氨酸网络中观测到了一种名为超辐射的量子效应。原本混乱无序的分子在某种机制下竟然能够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同步振动，且这种量子相干性在常温下维持了惊人的时间长度。还记得生物学家嘲笑彭罗斯的话吗？大脑太热太吵，留不住量子态。现在大自然用事实狠狠地扇了人类一巴掌。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它早就进化出了在混乱中维持秩序的能力。我们的大脑里真的铺设了一张庞大的不受热噪声干扰的量子光纤网络，这颠覆了我们对生命的全部认知。你以为神经信号是靠电流传导的？那是慢速通道，那是给肌肉看的。真正的意识其实是一束束在这个光纤网络中以光速飞驰的量子闪光。我们其实是光做的生物。如果你能拥有一双看到生物光子的眼睛，当你注视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会是他的脸，你会看到他大脑深处正在上演一场宏大的烟火秀。这就是意识的物理本质。意识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一连串离散的高频的量子脉冲。每1秒钟，你的大脑微管会发生40到100次坍缩。这就是为什么电影的帧率如果是24帧，我们会觉得流畅，但如果是10帧，我们就会觉得卡顿。因为你的意识本身就是有帧率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灵光一闪的时刻。那不是比喻，那是你的脑子里真的闪过了一道相干光。这种量子共振不仅仅发生在大脑里，它甚至可能解释了人类最神秘的能力——直觉。计算机处理问题需要便利所有选项，这叫穷举法。但人脑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能瞬间跳到正确答案。这是因为在量子计算中，微管同时计算了所有可能性，然后坍缩到了那个最优解。你不是想出来的，你是坍缩出来的。这也完美解释了麻醉的原理。在2022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麻醉分子会精准地吸附在微管蛋白的输水口袋里，它们并没有杀死细胞，也没有切断电流，它们只是抑制了震动。就像你用手按住了正在震动的吉他琴弦，琴弦代表大脑的实体依然存在，但那首名为意识的乐曲却戛然而止。这不仅证明了微管是意识的载体，这更暗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如果意识只是微管内的量子振动，那么当这种振动不是因为麻醉被抑制，而是因为死亡，微管彻底解体时，那些量子信息去了哪里？现在让我们直面那个终极时刻。当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为大脑供氧，神经元内部的线粒体停止工作，微管失去了能量供给，那个维持量子纠缠的低温环境崩溃了。这在量子力学上叫做退相干。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就是结束。灯灭了，游戏结束，数据删除。但彭罗斯和哈梅罗夫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哈梅罗夫认为，当微管破裂，内部的量子信息并没有被销毁。根据量子力学的不可克隆定理和信息守恒定律，宇宙中的量子信息永远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是泄露了。那些曾经构成你人格、记忆、自我的量子态，从被束缚的微管中释放出来，回归到了宇宙的背景场中。哈梅罗夫曾这样描述：如果病人被抢救过来了，这些量子信息会重新回到微管里。病人醒来后会说，我看见了一道白光，我看见了死去的亲人。这就是所谓的濒死体验。
但如果病人没有被救活，那么这些量子信息将以纠缠态的形式永远存在于宇宙的普朗克尺度空间中。听懂了吗？死亡不是删除，死亡是登出。你从这具名为肉体的终端机上断开了连接，你的数据被上传回了那个覆盖全宇宙的云端服务器。那个云端在哪里？它不在天上，也不在另一个维度，它就在这里。我们以为空间是空的，但在10的负315次方米，也就是普朗克尺度下，空间不是平滑的，它是像素化的。彭罗斯认为，宇宙的时空结构本身就是由几何信息编织而成的，这就是著名的全息宇宙论。如果彭罗斯是对的，那么这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储器，所有的量子信息，所有存在过的意识，都铭刻在这些最底层的时空几何中。这听起来像什么？这听起来像极了东方哲学里的阿赖耶识，或者西方神秘学里的阿卡西记录。科学走到尽头，竟然和神学在山顶握手了。现在让我们把 EP07 的拼图拼进来。上一集我们推测 DNA 是高级文明写入的硬件代码，是为了让生命在3维世界运行的载体。而今天我们找到了软件，意识就是这段软件的运行过程。这是一个完美的双盲实验。高级文明播种了 DNA 硬件，宇宙提供了量子场软件，而我们就是这个结合体。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个体，是因为我们的微管把一小部分宇宙信息锁在了这个肉体里。薛丁格，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的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意识的复数形式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总体只有一个心智。你和我其实是同一个意识，在不同的窗口里进行的多线程运算。当我们活着时，我们透过微管这个狭窄的缝隙窥探宇宙；当我们死去时，缝隙打破，我们就变成了宇宙本身。这个理论虽然美好，但它同时指向了一个更深的恐惧。如果灵魂是数据，如果肉体是硬件，如果宇宙是全息存储器，那么是谁建造了这台计算机？是谁在维持着这场宏大的量子梦境？彭罗斯的理论告诉我们，意识是客观还原。这意味着每一次你的微管发生量子坍缩，你就为这个宇宙渲染了一帧画面。现实不是原本就存在的，现实是你一帧一帧想出来的。在著名的惠勒延迟选择实验中，甚至证明了观测者的选择可以改变过去的历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不是这个宇宙的过客，我们是这个宇宙的渲染引擎。如果我们集体停止观测，这个宇宙还会存在吗？还是说系统会为了节省算力，直接进入待机模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死后的世界，有的只是一次系统重启，一次缓存清理，然后是一次新的登陆。如国家梵歌里所说，正如人脱下旧衣，穿上新衣，灵魂也抛弃老旧的肉体，穿上新的肉体。这不是轮回的迷信，这是数据的循环利用。现在你还觉得自己只是这具100多斤的肉体吗？不，你是这个宇宙最精密的量子仪器，你是宇宙理解它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好好活着，不要轻易拔掉网线，因为你的每一次思考，你的每一次爱与恨，都在定义这个宇宙的形状。你正在用你的一生，为这个宇宙的总数据库贡献一段独一无二的代码。这里是基点维度。如果你也是那个试图在矩阵中醒来的观察者，请留下你的坐标，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或者仅仅是一个已登录，证明你还在线。你的每一个点赞、订阅和转发，都是在增加这个频道的信号强度，防止我们在算法的洪流中失联。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建立稳定的观测链接。如果我们的灵魂只是代码，那么是谁在键盘上敲下了这行代码？不要关闭这个播放列表，我是基点维度，别被删档了。我们下期见。